女心理师自开播以后就热议不断，剧中围绕着各种社会问题以及心理问题展开了一场对人性和生活的讨论以及思考。但令人杂食的是，女心理师开播之后，口碑和网评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知乎平台上获得了8.9分的高分，而在一向刁钻的豆瓣上只获得了5.0的评分，距离及格线还差那么点意思。两个平台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自然会引起多方的关注。两个平台对于这部剧的风评也完全不同，豆瓣评价主要围绕剧情悬浮等方面展开议论，而知乎上的评论就更加看重现实利益的体现。今天小编也来发表一下对这部剧的一些看法，大家不喜勿喷。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该剧由当红艺人杨紫和井柏然主演，毕淑敏同名小说改编，导演是柯文丽，指导过网剧版《唐探》和电影《误杀》。这个组合其实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了。剧集开播以后，正反两种声音闹得不可开交，有人说剧情悬浮，有人说入坑了就爬不出来。分歧为什么这么大呢？处在核心的一点就是剧情和人物的代入感太差。开场画面是一个3分钟的长镜头，导演开门见山告诉观众，这部剧要聚焦于现代人普遍而又隐秘的心理问题。观众的兴趣应该是瞬间就提起来了，可是一集看下来，就感觉剧中人物的各种骚操作有点下头，很多观众总结为悬浮2字。井柏然饰演的男主钱开义说是电台主播，但老是神出鬼没。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某女子正欲轻生，她敏锐地察觉到危险，并以一个难度系数10分往上的飞扑动作将其救下。之后又为了救人，她从高楼跃下，稳稳地落在窗沿。牛顿的棺材板估计按不住了，而且这不是现实题材的剧吗？男主怎么就变成了超级英雄了呢？杨紫饰演的女主赫顿，瞅瞅这名字和牛顿只有1字之差，她是一名自杀干预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同事接线时遇到一个想要跳楼的学生，不知该如何处理。杨紫一出场，整个场子就被完全 hold 得住。然后他从电话中听到了下课铃声，判断出对方是学生，正在学校的顶楼天台。这是开挂了吗？而且这着实有点抄袭韩剧 Wise 的意思。再往后看男主电台做的节目，邀请心理师来当嘉宾，遇到女主，发现两人曾经是中学同学。偶像剧的套路又来了，难怪有人吐槽说，好好的原著不拍，非要拍成悬浮的爱情偶像剧。但其实对于读过原著的观众来说，这种改编也还算是不错，因为在娱乐圈当下的大环境中，将原著如实拍出来的可能性太低。首先，小说里男女主可没有井柏然、杨紫这样的偶像外表，男主钱开义应该是35岁往上的年纪，赫顿也有30岁出头了，而且根据描述，应该是骨骼突出、皮肤暗黄、又瘦弱又丑陋的漂泊女子。然后女主还是已婚，有一个女儿，和男主做节目之余又滚上了床单，具体的情节尺度还是比较大的。总的来说，原著是现实的，色调是灰暗的，剧版改编后变得更年轻化和浪漫化了。除了男女主的关系加入了偶像情节，剧中涉及的心理问题，从已经播出的前几个故事就能够体现出来，校园霸凌、私生饭现象、亲情绑架等，从中年人易患的心理问题转移到了年轻人关心的话题。有的观众被戳到，可能是始于第6集，国产剧终于把存在已久的问题搬到了台面上来说。在录音室，汤梦佳饰演的一个叫小文的女孩，拿着弹簧刀挟持工作人员，指名道姓来找钱开义，但是钱开义又不知道去哪里拯救世界了。然后赫顿出来救场，但女孩一看见他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情绪直接火上浇油。观众在期待一出狗血的3角恋戏码，但其实女孩是钱开义的一位听众，对他爱得不可自拔，两人也只是用邮件交流过。说白了，小文就是一名疯狂的女友粉，把钱开义与听众进行的正常交流脑补成了自己和偶像的一段亲密关系，固执己见，任谁劝说也不愿出戏，把偶像当成自己全部的精神支柱。这种现实中确实可能发生的情况，折射出的现实问题还是比较能让人感同身受的。再回到悬浮上，剧情一开始的确是有点尬得抠脚，但观众的改观始于往后看也能发现，导演努力做到自圆其说。比如女主的瞬移超能力，上一秒还在通话中，下一秒就来到了受助者的身边，这并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心理领域。她的每位来访者都能够在心理治疗师的话语引导下，来到一个映射内心的特殊空间。再回看一开场的那个长镜头，每个人似乎都形同陌路，但有细心的观众就发现了，镜头中出现的路人所呈现的反应都与赫顿后期接触到的心理患者一一对应。
这也说明编剧和制作团队并没有敷衍观众，而是用了大量的细节和伏笔在构筑剧情。但导演却用了不同的演员，应该是想在剧情上保持一种神秘感。更让人关注的是杨紫的表现，站在90后小花的第一梯队，她选择女心理师，大概是想挑战不一样的角色来突破自己。但就目前的口碑来看，如果这是杨紫转型正剧青衣的第一步，那么她冒进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演员一味的走出舒适圈真的是好吗？实际上，剧中的杨紫演技并不差，那些枯燥又陌生的心理分析，她说的十分自然，没有念课本背台词的感觉。问题是在于，杨紫的外形撑不起精英的人设，她可以是小雪、邱莹莹、童年，但她不是安迪。在大众的想象中，女强人大概是袁泉、刘涛、姚晨这种大青衣形象。有一定的阅历、气场强大的知性女人，而杨紫的骨架偏小，娃娃脸，眼睛圆圆的，五官比较集中，是邻家女孩的气质。她演赫顿基本相当于小孩穿大人衣服，戏外杨紫的大众形象也固定在可爱的邻家女孩。她不是热衷于保持神秘感的演员，杨紫性格外向，采访和综艺都不少，这有利于强化她的人设，提高曝光和商业价值。但另一方面，人设鲜明之后，我们对她的印象也形成了。哪怕他试图在角色上做出改变，观众也很难跳出对他的固有印象。杨紫的演技是不差，不过也没有出神入化到可以突破形象限制。在偶像剧中，他能够很自如，但在更需要演技的职业剧里，遇上不合适的角色，杨紫就有些捉襟见肘了。比起住在云端的职场精英，她更适合初出茅庐的新人。如果杨紫想转型，女心理师并不算太糟糕的一步棋，起码她发出了改变的信号。只不过对于现阶段的杨紫来说，与其刚开始就选择赫顿这种角色，不如慢慢的拓宽舒适区的边界。她不需要演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角色，如果想离开偶像剧的圈子，更折中的选择是从题材和类型开始改变，从偶像剧走到悬疑、家庭、职场等类型剧的赛道，再从中选择合适自己的角色。而井柏然塑造的男主角钱开义，勇敢、阳光、帅气，人设同样很明了。他与杨紫打起戏来也是得心应手，每个单元的主人公也同样的出色。比如张瑶塑造的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妈妈，从一开始患病的无助绝望，到公开场合漏尿被发现时的难堪，再到被疏导后的从容阳光，每一个阶段的表演，张瑶都演得十分出色。而在配角里也能够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都是倪萍、张钧甯等这样的老戏骨，所以看这部剧时完全不用担心演员的演技问题。这是一部演技全员在线的作品，目前剧集播出过半，网友对该剧的评价也不像开播时那样呈现一边倒的状态。其实原著作者毕淑敏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他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挺多，但女心理师的改编难度确实非常高，而且小说改编的版权很早就被买走，第一轮5年没拍出来，版权到期还没有收回来呢，第二轮的制作方就很快接手过去，又一个5年过去也没有拍出来，现在看到的就是第3次呈现的结果。10年时间，2次制作不成功，足以见得心理师这个题材转化成影视剧的难度。有网友评论说，女心理师专业有余，温度不足，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从播出的剧集来看，该剧有流量明星，也有悬疑的剧情，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也有甜掉牙的职场恋爱。总之一句话，女心理师是一部加了轻喜剧元素、偶像爱情元素、异能侦探元素的都市悬疑剧。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啥都有，啥都没做好。创作团队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差了一点意思。不管包也好，扁也罢，女心理师总体来说还是第一次从心理师这个职业角度展现了一段职场场景及一段爱情故事。剧中有嬉笑怒骂，也有悲欢离合。你想看到现代影视剧中的东西，不管本剧拍摄水平如何，但是在这部剧中都可以看到。最后从各方面来看，女心理师其实称得上是一部社会利益高、人物情感扎实又带点悬疑推理风格的多元素剧，质量也是有保障的。至于为什么很多人给的评分如此低，估计是那些观众受到了开头女主听力超群、男主骑车耍帅这些雷点设定的暴击。更主要的是，国产现代剧很少有这种看似科幻的片段，观众们也都不太习惯。如果换成是韩剧，相信开篇的好评就会直接爆表。其实看每一部剧都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和看小说一样，一些看似不合理的地方
也许就是剧情的关键所在。所以期待女心理师后期的故事。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